哦，颜值和实力的天花板，五条悟的水平我们已经见识到了。男主虎杖现在也复活了，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、形形色色的配角也都一一出场过了。反派大概在酝酿着一个什么样的阴谋，我们也知道了。后面还有一个两个学校之间交流会的剧情，应该类似于火影里的中忍考试啊。所以故事的脉络、矛盾、出场的人物，现在一切都已齐备。咱们不多废话了啊，直接开始这一集。What the fuck? Here we go. 是吗？我不信，让我看看。嫌いな人間が死ぬボタンがあっても、多分押せない。でも、僕のことを嫌いな人間が死ぬボタンなら。他这句话好有深度哦。这是那个上一集追出去的那个孩子，又是看电影的剧情。《咒术回战》的作者肯定特别喜欢看电影。这三个人根本就不是来看电影的。校园霸凌？这是老师吗？看了之后也不管。哎，这是什么垃圾学校啊！哦，他这不还是要挨打吗？看电影的这三个人是不是刚才打他的这三个人啊？他胆子好大呀，居然敢跟他们一起看电影。他是不是因为看不惯他们三个人看电影的时候大吵大闹说话，所以就一时兴起把他们三个人做掉了？我的天啊！我感觉他的能力好像是能操控人体内的压力、血压或者是水压，把这三个人脑子全都变成茄子了。所以他追上去了。他追上去要干什么？这些都变成了他心中的怨念、仇恨。哦，他说我要加入你。诱鱼和逆罚看不太懂，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说的是虎杖和他的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人吧？这绝对是灵异事件。生活在日本动漫的世界里真的好危险啊，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会发生。我看到了，就好像是人在作案现场会留下指纹啊、鞋印儿一样。长得就像个机器人一样。そこそこで済むならそこそこで。信用できる後輩呼んだから。代理老师。原上班族。哦，他叫七海剑人。他是剑人。哦，还真是哎，他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了。是不是这种把眼睛遮住的人都强得要命啊？啊！又懂得了一件事儿，当上班族还不如当咒术师。他就是在两坨屎里挑了一坨自己觉得更好看的、更香的。でも尊敬はしてません。上のやり口は嫌いですが、私はあくまで規定側です。私もあなたを術師として認めていない。主角不被认可，典型剧情。使えないことなんて、ここ最近嫌というほど思い知らされてる。心疼虎杖1秒钟。死に方さえ選べねえからな。言われなくても認めさせてやっからさ。もうちょい待っててよ。
还挺帅啊。操，他就是个执行任务的机器。他的眼镜好奇怪啊，都不像是个眼镜，像是个机器眼。哦，还有另外一只洗衣粉。掏出一个什么东西来？枕头上脱落的头发变多。我不喜欢他，他说了太多的实话了。哦，但是我好像看到了他的眼睛。这两个小怪的出现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见识一下他的实力吧。打蛇打7寸。真的有这种设定吗？自爆家底的术士可以提升束缚的效果。他的眼睛跟我一样小。吼吼吼！该胡仗表演了。哦，新技能。哦哦，变装的5条。他在说什么根本就不重要，他变装的这个样子也好帅。静停拳有120%，那第2击岂不是有500%了？稍微让这贱人认可虎杖一点点了。那个手表，这个手表有什么蹊跷？不是咒灵，是人是吗？哦，就是那个裁缝脸搞的，这是他特殊的能力。哦，他怕虎杖承受太多的心理压力，在安慰虎杖，想得好周到啊。他俩交上朋友了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。九尾妖狐。轻松愉快在哪儿？所有不能控制的，能出现未知的，让人产生未知的想法的东西，就会让人恐惧。真人先生啊，他是人类相互怨恨、相互畏惧的过程中诞生的诅咒。那我怎么感觉他就是最强诅咒呢？所有的诅咒不都可以归结到他上？又有他，又有这个眼镜儿。吉野顺平。我才知道他是辅导员儿。虎杖真是干劲儿十足啊！表明了态度，要让他们直接过去。他为了保护虎杖。这种话在动漫里不是很吉利吧？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交停车费了吗？这里是什么啊？好快啊！我是不会叫他七海的，我只想叫他贱人。五条悟居然会对贱人这么上赶着哦！
这一集的主角是那个贱人啊，但是他其实一点都不贱。目前看下来，所有出场角色里最贱的反而是五条悟。这个七海贱人呢，从他的穿着打扮，包括他的这个言谈举止，透露出来的气质非常符合他原本的这个设定，就是他原本是一个上班族，就是一个牛马，就是一个社畜。包括他现在即使是成为了1级咒术师，得到了五条悟如此巨大的这个信任和信赖和实力的认可的情况下，我感觉他在做1级咒术师的过程当中，也好像是牛马社畜上班的那个心态。不过他的实力肯定是没得说，不然五条悟也不会如此放心的把虎杖交给他。这个角色给我的感觉，他最大的反差就是他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都好像是一个机器人，但是又能感觉到他的内心实际上充斥着好强大的这种主观情绪。包括他觉得不管是上班还是当咒术师都像屎一样，包括他对五条的态度是信任信赖但是不尊敬，包括他对上层的做法也颇有怨言，但是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执行任务的人。这种角色设计出来其实也是非常讨喜的，冷面不苟言笑，但是却有着一种非常奇怪的气质，内心实际上也是非常火热的。除了他之外，这一集前半部分还着重说了那个被欺负被霸凌的学生吉野顺平。这个角色让我有一点隐隐的担忧，因为他是一个孩子，而且呢他是一个弱势群体，他在生活当中得不到认可，得不到尊重。但是呢，由于他本身的是非善恶观念可能也没有这么强，人生到目前为止又没有乐趣，又很孤独，这个时候刚好就接触到了一个坏人。这个坏人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，反而向他抛出了橄榄枝，让他得到了一种被认可、被喜欢、被承认的感觉，很容易的就误入歧途了。看这一集当中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个事情，让我感觉他应该就会被设计成那种其实是很可怜的，但是呢是被洗脑的、误入歧途的，最后变成了反派的无辜者。行吧，那关于这一集呢，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啊。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、点赞、关注和评论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